大家好，这个有2个星期左右没有更新了哈，今天终于呢有时间和大家再继续哈我们这个护理教学的海报系列。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是讲一个在我们医学护理学这个都要用到的记录，这种医学的记录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加号那么这个加号呢，它在我们不同的地方其实用的都是这个符号，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去记哈？因为大家如果平时就是你要是在临床工作时间长，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哈，这个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你天天都在看，天天恨不得都在用哈。但是如果大家是在就是学习的这个阶段的话，因为大家不是每天都要看化验单也不是说每天都要查什么报告，所以呢，只是当时学了之后呢，由于时间长，然后用的少那么在想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定困惑到底是用什么表达呢？是吧？它具体什么含义啊？比如说这个键反射2个加号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水肿那1个加号是什么意思？对吧？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正常怎么表达异常怎么表达？其实都是这个加号我们涉及到的这种相关的问题那么下边呢，就来具体看一下。那么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凹陷性的水肿，我们叫 pitting edema 那么当然另外说有没有 non-pitting edema 有我们叫粘液性水肿叫 myxedema。那么这个粘液性水肿呢，一般是多见于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它也是肿，但是你摁下去之后，皮肤就回弹很快，所以几乎不存在这种凹陷那是一个特例。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都是 pitting edema用加号来表示的这个 pitting edema，我们一般呢是用1个加号一直到4个加号那么我们看一下1个加号主要是什么？就是深度，你按下去之后呢。第一个它反弹比较快但是你还是能看到凹陷，这个凹陷一般就是1到2毫米那么2个加号呢，是深度呢就变成3到4个毫米那么虽然图片上它这个箭头是横的但我们知道其实它是表达的是这个摁下去这个深度那么同时呢，这个返回它虽然摁下去有比如说4个毫米，但是你看它反弹回来时间也会更长一点就10几秒了有可能。那么如果是3个加号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水肿了你们我们摁下去拿手指摁下去之后，它的深度叫做5到6个毫米同时它返回的这个时间也就更长那么能将近1分钟。当然这个具体多少秒呢，其实各个书各个版本不一样咱们就做个参考就行了。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说，你像4个加号是吧，非常严重的水肿它8个毫米深度7到8个毫米，然后反弹说2到3分钟。这个总体来讲，大家知道反弹时间的原则就是越严重它反弹时间越长那么越轻微呢，它就很快就能反弹回来这是一个原则。具体比如说3个加号几秒4个加号几分钟每个书呢都有点差异，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它大概的范围就行比如说4个加号呢肯定长有可能就得比如说1分钟2分钟或者2到3分钟这样。所以这个我们看的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凹陷性水肿，我们用这个加号来表达。那我们假设一个情况更严重，比如说10个毫米12个毫米摁下去，那几个加号？它也不是5个加号，也不是6个加号那么最多就是4个加号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外周脉搏的强弱我们在进行这种测量这种脉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个重要的观察要点。第一个，这个脉搏它的次数对吧？每分钟搏动多少次第二个，这个脉搏有没有规律是有规律的还是没有规律的对吧？那么第三个，这个脉搏的强度到底怎么样？是强是弱呀当然你测量这个脉搏的部位是吧？我们先看这个在脉搏强弱如果是没有任何波动当然我们就记为0或者是阴性都可以那么如果是波动比较弱我们用1个加号那么当然我们写1个加号的时候，就前面可以不写这个数字1直接写1个加号就可以那么2个加号是正常脉搏的强度那么同样其实我们在医学上
比较传统的记录上，我们不用数字这个2或者3或者4啊，我们直接就写一个加号，后边再写一个加号啊，这就代表2个加号。那么当然3个加号和4个加号这个就是更强了哈。我们重要的点就是说要知道2个加号是正常脉搏强度啊，那么当然小于2是吧，那就弱，大于2那就是强。那么3个加号和4个加号呢，就意味着脉搏的波动性很强哈，尤其4个加号我们叫做水冲脉啊，就是这种 bonding 啊，就是来回的这种冲击那种感觉啊，一般见于什么呢？其实最典型的见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啊。大家想一想哈，主动脉瓣如果是关闭不全，那么它当然心脏收缩的时候啊，它出来血很强是吧？但是它心脏这个舒张的时候呢，有一部分血它因为它关闭不全，它又回到心脏了，所以那么就造成什么这个脉位这个血流对于血管的冲击呢，感觉这个差特别大是吧？来的时候很强啊，那么回去的时候呢也很强，所以这个就冲击很大啊。那么这个冲击实际上就构成了这种我们叫水冲脉，或者叫做这种 bonding 啊，就是这种摸起来很强的这种脉搏。那么当然其他一些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是吧，比如说甲亢啊，那么它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脉搏的增强啊。好，我们再看一个用加号来表示的这个查体的体征呢，就是深部的渐反射啊，我们叫 DT2 渐反射啊，我们也叫深反射啊，当然你说叫深渐反射也没问题啊。那么这个检查我们最常用的部位，当然说是膝盖下边这个肌腱啊，实际上是股四头肌的肌腱。那么除了这个膝盖以外，其实我们在胳膊上也有啊，比如说这个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的肌腱，我们也可以查渐反射啊。当然下肢我们说踝关节后边这一块这个跟腱啊也可以查啊。那么如果你敲击这个肌腱的话，没有任何反应是吧？这个关节没有任何运动，那这就属于什么？就是0啊，我们就没有啊。当然你也可以用 negative 啊，就是用一个减号来表示。那么正常的，我们同样也要知道，正常的一个反射的强度呢，就是你敲击以后，这个小腿它会往起弹跳啊，这是不受控制的一种反射。那么这种弹跳的强度，我们说用2个加号来记录哈。我实际上我还不太习惯用这种数字2后边就跟个加号啊，我还是更觉得直接写2个加号这样是，就是2个加号并列那么写哈，那个是比较正规的一个比较传统的表示方法。那么当然1个加号呢就是减退了呗，就是减弱了啊。3个加号或者4个加号呢，肯定就是很强，一敲它那个腿踢得很高，是吧？那么这个4个加号有的时候我们叫做什么叫震挛啊？震挛呢就表示这个肌腱你敲一下以后，它不是说弹起来一下高就完了，它有可能弹好几下啊。这个呢在膝腱反射和跟腱反射上，这个是比较容易诱发出来的啊。当然这个前提是患者可能具有某些疾病。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渐反射和刚才咱们说那脉搏的强度啊，它用2个加号来表达的，其实都是正常啊。那你怎么知道正常还是不正常，是吧？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病人就是你要检查的这个患者，他大概的一个诊断哈，是哪边可能有问题，哪边可能是正常的，然后呢进行双侧的对比啊，一侧强一侧弱，你又知道哪侧是正常的，那么对侧呢是减弱呀还是增强啊？是它的标准就是靠健康侧来判断。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得有经验的积累，是吧？你这个病人，比如说你不知道他哪一侧有病啊，那你凭哪个作为标准啊？到底是左边弱呀，还是右边强啊？对吧？这个呢，有的时候你就得靠你自己个人的经验积累，是吧？你已经检查过，比如说上百个病人了，所以你大概知道哈，每一个患者他这个情况到底符合不符合一个正常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说，其实渐反射它不是说像某些检查那么客观啊，它呢因人而异的这种因素会比较多一些啊。你比如说在有些人你敲这个膝渐反射，它弹跳就是幅度比较弱啊，但是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有些人你敲呢弹得很高，是吧？它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个体差异也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具体的判断呢，就是
第一有疾病基础是吧？有病史。第二呢，你也得有个人经验啊，综合来判断。好，我们再看最后这个啊，说到尿液检查的加号啊，我们知道做尿液检查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在显微镜下数是吧？那就比较精确。其实比较快的检查，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拿试纸啊，试纸一查，比对这个颜色，你就知道比色卡啊，你就知道它大概是几个加号了。我们说这个加号呢，在这块啊，在这种尿液检查的时候，它叫做半定量检查啊，它不是绝对定量，但是它是半定量。像比如说这个尿里边有没有少量的血呀，是吧？血很少的时候，我们用1个加号，是吧？那么血稍微多点甚至更多啊，那么就用2个加号、3个加号、4个加号啊。那么同样这个最多也就用4个加号啊，你再多它也就是4个加号，没有说什么5个加号、10个加号啊，没有这种。那么血，比如说这个咱们刚才说的尿里边有血啊，如果血量很少，我们叫做尿潜血啊。那么如果是血量比较多呢，直接就肉眼血尿了，是吧？那肯定4个加号。那么尿里同样有可能有白细胞，是吧？白细胞正常应该是阴性，是没有的啊。那么如果有，那么可能由少到多，我们也用1个加号到4个加号来表示。那么它就意味着你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啊，是不是很明显了啊？那么还有尿里可能会有蛋白，对吧？我们说蛋白尿啊，是1个加号还是2个加号啊？那么正常也应该是阴性的，是吧？其实尿里边这些就不应该存在。这整个左边这些，我们说有这个blood，是吧？有这个有红细胞、有白细胞、有蛋白、有酮体、有糖，还有胆红素啊，这些在正常的尿液里其实都不应该存在。也就是说，你这一系列化验下来都是阴性啊，都是 negative， 这才是正常的。其中只要有加号的，那就不太正常啊。当然呢，尿液检查是假阳性率可能会偏多一点，比如说你尿里边发现有白细胞了啊，那你是不是留尿液标本的时候的这种一些问题啊？其实它可能带有一些什么脱落的一些什么上皮细胞啊，导致可能有这种假阳性，是吧？或者说你尿液里边发现蛋白了，但有可能是比如说是一些其他腺体分泌的，是吧？只不过是你那会儿留标本的时候正好带出来了啊，那么这个都有可能。所以尿液的这种第一啊，它非常的方便，筛查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又廉价又便捷啊。但是呢，假阳性率稍微要略高一点啊，所以呢，就算发现有问题的话，可能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啊。你这个病人一看就不太像啊，那您可能就得仔细问一问，你这个留标本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女性患者，你有没有近期，比如说正好是月经期啊，是吧？男性患者你有没有近期，比如说昨天晚上是不是有性生活呀？那么这些都有可能会干扰到你这个尿液检查的结果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医学护理里边相关的这种用加减号来表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指标或者是体征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析其实可能还有，但是呢，因为时间有限，咱们就不讲太多了。那么这几个是最常用的，也是考试里边比较常见的。那么也欢迎呢大家点赞、订阅、分享那么还有很多其实相关的视频，我觉得呢还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和分享那么大家感兴趣可以观看。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再见。